你有没有好奇过，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每天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尤其是在北韩这种让人捉摸不透的地方，金正恩的行程一直都带着神秘感。从一日三餐的昂贵滋味，到夜晚的纸醉金迷，他的24小时可以说是许多北韩人民一辈子都无法想象的奢华世界。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谜团，带你看一看他究竟如何挥霍，甚至到了什么惊悚的地步。或许你会觉得吃鱼子酱、喝香槟应该不算什么大新闻，可要是有人因为吃太多鱼子酱而躺床上动不了，这就稀奇了。更惊人的是，这个人的体重短短几年间就飙升了好几十公斤，却偏偏只有170公分高。这样一来，他的身材指数早已超标，跑到极度肥胖那一栏里去了。他怎么会让自己吃成这样？每天吃的到底是什么？据说这些夸张的餐点还不只是单纯满足嘴巴这么简单，也是一种威力十足的政治炫耀。在物资紧缺、粮食不足的国度里，能嚼到豪华食材的人寥寥无几，但金正恩却能把他们当每日必备，这背后暗示了什么？恐怕不只是贵族般的生活，还代表着掌控一切的权势。今天就让我们把这扇门打开，来看看金正恩奢侈至极的一天究竟藏着多少震撼人心的秘密。你能想象有人因为吃鱼子酱过量而不得不卧床休息吗？据说金正恩就干过这样的离谱事，从他先前体重不到100公斤，一路狂飙到超过140公斤，这中间的差距并不是简单喝杯饮料就能达成的。其实他身高只有170公分左右，按理说应该保持个合宜的体重，然而他的身体质量指数却一路飙到48以上，离健康标准差得远。如果你是他的私人厨师，那么每天一大早，你也许就要开始给他搜罗来自世界各国的好料，瑞士的艾蒙塔尔起司，法国产的顶级鹅肝，还有日本那昂贵的蓝鳍金枪鱼，甚至俄罗斯的珍贵鱼子酱，统统得准备好。在北韩，这些东西寻常老百姓几乎连听都没听过，但对金正恩而言，却是每日的基本款。更夸张的是，他还特别钟爱神户牛肉，为了追求那种入口即化、满是雪花纹理的质感，必须每天都要现做，而且只用一成熟，让牛肉表面略微烤过，里面还保持鲜嫩，这才够对得起他那讲究到极致的味蕾。想想吧，这种牛肉每公斤要价600多美元，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简直是天价，但对他来说不过就是例行开销。或许有人觉得他既然如此推崇这些山珍海味，就不会迷恋平价素食吧。可事实上，他也相当爱吃麦当劳的汉堡，特别是巨无霸。据说他是承袭父亲金正日的汉堡情节，奢华法式料理上桌后再来一份汉堡当解腻神器，那才算彻底满足。至于为什么要空运，废话，北韩根本没有麦当劳店，只能把汉堡从境外新鲜运进来嘛。许多人猜测，他之所以大肆吃这些昂贵食品，不仅是为了舌尖上的爽快，更是为了在高层宴会上炫耀自己无可撼动的地位。毕竟在资源紧缺的北韩，光是吃一份高级牛肉就可以大出风头，所以他时常在各种盛宴里拿这些珍贵食材招待政府高官，一方面收服人心，一方面也显出唯我独尊。听起来还真像老婆对老公的那招，要先掌握他的胃。不过这里的味道更带着政治意味。若我们仔细想想，这种极端的奢靡餐桌其实也折射出北韩统治阶层的运作方式。一个国家有不少人天天为了基本配给纠结，却仍见领导人飞扬跋扈地享用世界珍馐，那种反差对普通民众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刺激，对外人而言则是更深的震惊。说到底，金正恩的身材失控，不光是因为他吃了多少高热量食品，更因为他在炫富这件事情上毫无节制。越荒诞，越能展现他对一切资源的支配力。普通人要多节省，他却要多挥霍。
这无形中把他的权势烘托得更高。就像有人说的，若掌权者想证明自己独一无二，不需要多么冠冕堂皇，单单把在别人眼中真若黄金的食物当作家常小菜就足够了。不过类似神户牛肉、蓝鳍金枪鱼这种山珍海味，对他来说还只是一道开胃菜。更加极端的是他对全球素食、全球料理全面撒网的胃口。这其中有他对口腹享乐的迷恋，也有用饮食来彰显自己说到就能办到的绝对掌控。有传闻说他在吃上从不手软，甚至一天要吃好几顿，每顿都有大批顶级好料陪伴。你也能想象他身边的厨师和侍从每天都在忙不完的全球食材采买中奔波，而这些稀奇食物在北韩其他地方大多闻所未闻。这正说明了金正恩用他的餐桌摆出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秀。当然，随着体重的上升，还有另一种说法是，他可能也被迫不停地享用昂贵餐点，因为如果他不这样做，下属们可能会担心自己采买不够丰盛，犯下失礼之罪。在这样的氛围里，他越吃越多，下面的人越送越贵，这就是一个奢侈与奉承互相加剧的循环。总之，他那显著的体重暴涨，与其说是个人饮食失控，不如说是北韩专制体制里独特的畸形缩影。一边是无数百姓饿肚子，一边是最高领导人天天在珍馐美味里放纵，这样的冲击真的比简单的肥胖两字还要来得尖锐。我们谈完了金正恩的三餐，顺理成章就会想到他的饮料清单也不简单。一般人起床可能来杯普通咖啡，让自己清醒一下，可金正恩呢，他竟然花了大笔资金从巴西进口昂贵咖啡豆，光是某一年就砸了价值近100万美元的费用去买咖啡。如果说北韩许多家庭一整年的收入都比不上他桌上一小包豆子的价钱，你就能想象那种贫富差距有多惊人。然而对他来说，这些昂贵咖啡只是暖场，重头戏还在晚宴时刻的香槟与红酒。据说他最喜欢的香槟是水晶香槟，这种原本是为俄国沙皇特制的高档货，一瓶价钱就要200多美元，金正恩动不动就2瓶起开，配上顶级波尔多红酒，一晚喝10瓶都不成问题。这种喝法真的不仅仅是满足口腹欲，更像是在给身边的人看，你看我有多能掏钱，多能喝。更好笑的是，北韩一直宣称要对西方势力强力抵制，可实际情况却是领导人自己沉迷于西方酒品。金正恩甚至在北韩内推行种葡萄、酿葡萄酒，希望能在自己地盘也打造出一款能跟世界名酒抗衡的高端货。但毕竟北韩资源有限，还没酿出什么真正享誉国际的佳酿，他又对外宣传了一款开城3路酒，这玩意儿被吹得神乎其神，说什么能保健养生，喝了不宿醉，还能延年益寿。可事实上，连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都难以普及的地方，却花心思搞这种奢侈保健品，让人实在看不出多少科学依据。有传闻说2013年他就在宴会上喝多了酒，最后做了个令人背脊发凉的决定，处决自己的叔叔张承泽。这事儿真伪难辨，但这类故事往往传得有鼻子有眼，甚至让人联想到，如果他哪天酒后情绪失控，会不会误按下核弹发射的按钮？听起来像是疯狂的臆想。可在一个独裁者掌控生杀大权的地方，又有谁能100%打包票这种事不会发生？可以这么说，金正恩的酒瘾不只是对他本人健康的冲击，还可能左右整个北韩，乃至影响国际局势。当决策者处于醉醺醺的状态，却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那种不确定性真的让人不寒而栗。当然，他也不只是用酒来耍威风，更重要的是，这些昂贵的饮品像是一块权力舞台上的招牌，他可以大方和高层官员共同把盏，彰显对资源与金钱的垄断。这种奢侈的醉生活，在普通百姓穷苦不堪的背景下，就更能刻画出领导层的极度优越。没人敢说他浪费，只会更加对他阿谀奉承，以求分得一点
残羹冷炙般的利益。所以别小看他那一杯又一杯的世界顶级红酒香槟，也别把那几万、几十万美元的咖啡当作普通消费。在北韩，这些都隐含深层的政治含义。谁能陪着金正恩共饮，谁能偶尔分到高档酒水，都可能牵动无数人的生存与仕途。这就是金正恩奢侈饮品清单背后更大的讽刺。某种程度上，这让人不得不思考，一个领导者若沉迷在酒精里，随时可能做出极端决策，那对国家和人民意味着什么？也许这才是最令人害怕也最需要警惕的地方。北韩的早晨常常被充满宣传意味的歌曲唤醒，街头巷尾都在歌颂伟大领袖。与此同时，金正恩可能还在他奢华无比的官邸里睡得香甜。据说他并没有固定的起床时间，全看前一晚嗨到多晚。有人传闻他夜生活极其放纵，经常要到大中午才肯睁眼。然而北韩官方对外的说法当然是大唱赞歌，什么日以继夜，夜以继日，什么连吃饭和休息都顾不上，把他塑造成了一个不眠不休、永动机般的超级英雄领导。他们甚至会公布一份看上去密不透风的行程表，像是他从清晨开始就奔走各大工地、军需单位、中宣机构等等，一直到深夜还在办公，仿佛没有1分钟闲暇。这种宣传虽然很夸张，但在一个信息相当封闭的环境里，大部分百姓只能点头称奇，也没有什么管道去求证真伪。除此之外，北韩官方还喜欢报道一些类似奇迹新闻的东西，什么金正恩在零下20度的气温里穿普通皮鞋就爬上了圣山白头山，还能笑容满面拍照，还说他上山时风雪会自动停歇，让阳光照耀，似乎他能控制天气一般。更荒谬的是，还有报告宣传他不需要上厕所，因为能完全吸收食物的营养，不会产生排泄物。这听起来就像神话故事，可在北韩内部依旧被刻意重复宣传。其实这种神话手段早就从金日成、金正日时代就开始培养。课本里还有记载说，金正日用石头就能击落美国卫星，金日成甚至用步枪打下美军飞机。更有说法是，金正恩3岁就会用枪，9岁能在短短几秒钟内打出10几发子弹，而且弹无虚发。这已经超越正常逻辑，却在北韩视为领袖英明的见证。对于一个高度集权且信息被严控的国家，或许他们也明白，神话领袖可以让群众产生崇拜感。问题是，当这种宣传明显违背常识，却还得继续硬着头皮推，久而久之，只会给外界留下更多的嘲弄与困惑。大家会想，这到底是真的国家领导人，还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这些宣传也可能扭曲民众对现实的判断，让他们无法直面真相。总而言之，金正恩的不规律作息倒是和北韩官方塑造的那种神乎其技的形象很有反差。要么在宣传里他不眠不休，风雪中健步如飞，要么在传言里他夜里纸醉金迷，白天睡到日上三竿。在这片充满封闭与盲目崇拜的土地上，一切荒诞都可能合理化，一切离谱都可能被当成神迹。要了解金正恩的领导风格，先看看他的发型与衣着，几乎就能察觉到那份刻意营造的权威感。他那种类似剃高鬓往后梳的造型，被许多人戏称为反重力梯形头。或许你会疑惑，为什么要弄得这么别致又显眼？因为这不但是他的个人标志，也是一种对家族传统的呼应。北韩内部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金式发型怎么打造的指南，也让外国媒体津津乐道。理发师说要先把耳朵上方剃干净，再修剪两侧，然后顶部留个大约4厘米，用发蜡往后抹，才能塑造出那种既硬朗又威风的感觉。别看步骤不多，却相当讲究，稍微做不好，可能就失去那种领袖气场。不过不只是发型，金正恩在衣着风格上也有他的一套策略。印象里，他可能常常穿中山装，
一副很传统的姿态，但实际上他也会忽然穿起一件皮大衣，瞬间让平壤的街头掀起皮衣热潮。喜欢模仿的人大有人在，可是北韩当局很快就出动所谓时尚警察，直接没收那些百姓穿的仿制品。原因很简单，你穿的跟领袖一样，就是挑战最高权威。于是这件皮衣渐渐成为一种特权象征，只有高官权贵才有资格正大光明地披在身上。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看来或许很荒唐，却充分体现了金正恩对国内时尚潮流的绝对掌控。他换件衣服就能让人跟着疯抢，他一句指令就能瞬间把某种服饰打入冷宫。有时他会在重大场合换回父辈时代的中山装。据分析，那是为了让民众回忆金家过去的辉煌，好重新聚拢人心。所以他的造型不仅是个人品味，更是一种政治信息的传达。可以说他的发型有棱有角，他的衣着时而现代时而传统，这些外在符号都精确暗示了他的领导地位。当普通人民连穿衣服都要小心，他便能轻而易举地维护那股我就是权力中心的形象。这就是金正恩非常成功也非常诡异的造型管控。很多人以为北韩完全排斥西方文化，一切外来影响都被视作毒草。可是金正恩却相当矛盾，一边宣扬自力更生反美情绪，一边自己却很爱看好莱坞大片，尤其是007或各种超级英雄电影。据说他有个私人影院，专门播放外界被封禁的欧美电影，而他还经常和身边高官一起欣赏。此外，他对全球各地的高级度假也很感兴趣，曾被人目击在阿尔卑斯山滑雪，或者跑去蔚蓝海岸晒太阳，还在巴黎迪士尼里带着卡通耳朵四处逛。这种行径跟北韩封闭严肃的形象差得108000里，但又很直观地反映他的两面性，表面上很批外部世界，私底下却尽情享受对方的娱乐资源。当然，近几年他也偶尔对外界文化摆出较柔和的态度，比如2018年还破天荒邀请韩国流行歌手到平壤表演，让人一度惊讶北韩居然能容纳这些流行音乐。更让人眼睛一亮的是，北韩官方剧院上演过包含米老鼠、小熊维尼等迪士尼角色的节目。虽然迪士尼公司声明从未授权，但这种演出本身就说明金正恩对外来文化并非一味抵制。这类做法很可能是他希望让国际社会认为自己也可以很开明，或者在某些场合想要释放些许善意。但是他对于外来文化的真实态度其实依旧是我说了算，要用时就用，不顺眼时就瞬间打压。这也体现了他身处封闭社会却享受开放生活的高高在上地位。在许多家庭里，养只狗、养匹马都算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事，但在金正恩那里，这些动物却成了政治图腾般的存在，甚至带着外交含义。就拿俄国总统普京送他的那20多匹奥洛夫快步马来说，它们可都是名贵品种，有些血统纯正的价格能飙到10几万美元。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普京第一次用送马来稳固两国关系了。在此之前，他也曾送过30匹给金正恩，算是个对外秀友谊的另类方式。对于金正恩而言，他本人就热衷马术，常常喊着指挥官必须会骑马，还喜欢在白头山上骑着这种名马拍照，让北韩内部大力宣传他的骑士风范。不仅如此，他还投巨资建了平壤美林骑马俱乐部，占地面积高达60多万平方米，拥有室内外跑道、兽医诊所，甚至还有专门研究种畜的设施。这样的俱乐部收费可不便宜，1小时就要好几百美元，把普通百姓都拒之门外，成了权贵们消遣的乐园。有人甚至怀疑这里头还蕴含地下赌博，成为金正恩敛财的另一渠道。再说到宠物狗，这位北韩领导人也曾把一对风山犬送给韩国总统文在寅，象征两韩友好。可同一个国家却在不同时间发布了截然相反的政策。像在2020年时，他突然下令
平壤市民不得养狗，理由是这种宠物带有资本主义文化的污点必须铲除，导致许多家庭被迫交出自己的爱犬，甚至传出某些狗狗最终进了餐桌，让民众相当不满。这背后可以窥见北韩对待宠物的态度，也如同对待人民一样，完全服从领导人的一念之间，想推广的时候就大量引进，想禁止的时候就立刻没收，看似荒谬，却真实地演绎了权力的无情。在这片土地上，有关生计、娱乐乃至饲养宠物的点点滴滴，都是领导者巩固威望的工具罢了。金正恩的宠物王国也就不只是简单的个人嗜好，他可以借此展示自己多么独特，多么拥有话语权，同时衡量谁能跟上他的脚步。这与北韩普遍的贫瘠形成鲜明对比，一边是饿肚子的群众，一边是奢侈的宠物养成。这样强烈反差，最能让他在权力高位上获得心理满足，也让人更加畏惧他的指令。我们若进一步深思，就会发现，从马场到狗禁令，这些举动无不说明一个事实：在金正恩统治下，任何事物都能被赋予政治含义。简单的动物在他手里成了彰显统治或打压异己的象征。这也正是北韩体制之下集权与个人崇拜相互交织的结果。说起体育，你或许会想到北韩更重视集体操，可金正恩却对篮球甚至高尔夫都情有独钟。据说他小时候就迷上了篮球，睡觉都要抱着球。在瑞士留学时，更是几乎把全部课余时间都泡在篮球场，一堆 NBA 纪念品堆满房间，尤其钟爱芝加哥公牛队。有人说他特别崇拜迈克尔·乔丹，甚至花了好几个小时画乔丹的素描，可见他的疯狂程度。除了单纯热爱运动，他还把这份热情用于外交，曾多次邀请前公牛队球星丹尼斯·罗德曼到平壤做客，看似奇葩，却让全球媒体惊讶不已。毕竟在大多数人印象里，北韩是封闭的军事国家，怎么会跟 NBA 球星打得火热？但这确实成了金正恩向外展现我不只有核武，也有爱好潮流运动的一个窗口。此外，他还继承自父亲金正日的传奇高尔夫成绩。据北韩媒体报道，他第一次打高尔夫就拿了30多杆的惊人分数，几乎是比职业冠军还神乎其神。当然，这些故事你听听就好。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是官方宣传神话领袖的传统戏码。不管怎样，金正恩在体育上的狂热，无论是打篮球还是打高尔夫，都被北韩精心包装，成为他既能文又能武的形象广告。这种夸张宣传下，老百姓只能跟着传颂伟大领导人多么神勇，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只能在匮乏中谋生。与这些豪华运动场与神话战绩隔着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当你看到北韩街头简陋的建筑，会不会好奇金正恩究竟住在哪？他的住所被称作龙城官邸，就像一座与世隔绝的迷宫式王国。据说这地方离平壤市中心不过10几公里，却占地12平方公里，宛如他自己的小天地。别墅里不仅有舒适的内饰，还建造了专门防核战的指挥中心、地下火车站，还有和其他官邸互通的隧道，这让他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能保持生命安全和权力运作。更惊人的是，官邸内部遍布奢华装潢，昂贵的水晶吊灯、高级长绒地毯、珍稀艺术品随处可见。50米长、15米宽的游泳池说有就有，宴会厅、健身房、射击场几乎能满足他各种娱乐需求。还有些传言说，他拥有至少30多处类似的豪华别墅、度假地点，甚至在北韩境内还是他的私人小岛，专供他享乐。这些建筑的维护费用每年都要花掉数千万美元，而北韩的普通民众却要凭配给券排队领取基本口粮，活在贫困之中。这极端的对比形成了金正恩在物理和象征层面的隔离。他在豪华宅邸里高高在上，普通人连他家门口都不可能踏进一步。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经常对外喊抵制西方，但这座官邸
却大幅采用了西式花园、喷泉、文艺复兴风格雕塑等装饰。可以说，他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既有东方王朝影子的皇帝，又兼具西方奢靡享受的贵族派头。在这种氛围下，所有人都感受到他拥有一切，别人只能仰望或匍匐。说白了，奢华官邸不只是他放松的场所，更是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示他的权力之地。无论外面的人多么饥饿，他照样能在密不透风的华丽城堡里呼风唤雨。这正是北韩最高领导人所需要的安全感与威慑力，也难怪他会乐在其中。毕竟这样的天堂生活极具掌控感。当金正恩外出时，整个北韩都要为他让道。他的交通工具从空中到陆地无不讲究。先说那架被称为苍鹰1号的专机，其实是老式的伊尔62飞机，但经过了奢华改造，内部据说媲美5星级酒店。可惜飞机年纪太大，国际航线上不太受欢迎。于是他又弄来一架乌克兰安伊148机型，造价可是好几千万美元。但最让他钟爱的还是那列带着绿皮和黄条纹的专列，几乎成为金氏家族标志性移动宫殿。传言说，这火车有90多节车厢，里面有会议室、卧室、卫星电话等各式设备，让他可以随时掌控国家。在城市里，他拥有一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奔驰防弹轿车，据说加装了最先进的安保系统，连炸药都奈何不了。如果要短途旅行，他可能会坐豪华快艇或潜艇。甚至有人拍到他曾经搭乘一艘价值700万美元的快艇，跑去军用捕鱼站视察。可以说，金正恩的出行就是一种移动的炫富秀，也让外界更加感受到北韩权力金字塔的尖锐对比。再说说那传得沸沸扬扬的后宫吧，在极端独裁环境下，他也延续了其父金正日时代就存在的欢乐组。据称这个欢乐组人数可能有将近2000，专门网罗国内各地年轻漂亮的女子。要选入这样的团体，得先通过层层体检、审查，身高、体型和外貌都有严格标准。金正日生前可能偏好身高165公分以下、娇小可爱的类型，金正恩则爱168公分以上、身段修长有韵味的美女。这些女孩一旦被选中，就被分成按摩、歌舞、私人陪伴等不同小组。待遇表面上看似优渥，但他们的生活其实不自由。20多岁可能就被要求退休，嫁给军官或被抛弃，而且他们必须对这段经历绝对保密，否则家人甚至有性命危险。为了不让女儿被选中，有些家庭宁可让女孩故意毁容，可见这项制度有多残酷。金正恩在这上头更是花了不少钱，据说每年斥资数百万美元，光买奢华内衣、饰品、护理用品都可达数百万之谱。有人感叹，这根本就是现代版的帝王后宫，在物资匮乏、经济落后的背景下，反衬得无比荒诞。然而，这却是他强大权势的另一个象征。在北韩，他想要多少美女就能要多少，想驱使他们怎么做就怎么做。所谓的人权，在权力压倒一切时，根本微不足道。这样奢靡的帝王式生活确实震撼了外界，也进一步凸显北韩内部的贫富与权势差距。普通百姓在为温饱烦恼之际，他却可以随心所欲征用各种资源，包括人的青春与身体。这形成了极端又诡异的对照，也让世人更加感觉到这位领导人的可怕之处，也许不只在于他的军事武力，而是在他能否随时左右无数人的命运，甚至可能影响国际局势。这就是金正恩极度奢华却令人惊悚的一天。从他睁眼到入夜，从美酒佳肴到权欲滔天，让许多人直呼匪夷所思。你若问最震撼的到底是哪一个部分，或许就是那看似荒谬，实则悲凉的现实。北韩多数人仍身处贫困，领导人却纸醉金迷，每个环节都能看出无尽权力的影子。至于未来会不会出现变化，或北韩民众何时能看清真相并寻求改变，这都是一个未解的谜题。感谢你看完了这番惊心动魄的介绍。可能有人会好奇，
到底哪件事最可怕？说实话，光是后宫系统的存在，就足以说明这个政权能把任何人的身体与尊严拿来玩弄。希望有朝一日，这样的荒诞能结束，让更多人能过上免于恐惧与饥饿的生活。